她提前1天结束旅行回到家里，却看到丈夫衣衫不整地站在客厅，推开卧室门，果然发现了惊喜。Please, don't get up. This isn't what it looks like. 相比于对方的惊慌失措，安妮就显得淡定了许多。她体贴地帮女孩整理好上衣，随后迅速打包行李准备就此离开。丈夫跟在身后叫嚣，离开家她绝对活不下去，因为这些年妻子从没赚过1分钱。可她显然低估了安妮的决心。安妮原本计划去学校接走2个儿子，结果到了之后才得知他们早已转学。平常对儿子关心甚少的她略显尴尬，最终还是校长告诉她新学校的地址，安妮才顺利接走儿子罗比和乔治。接着安妮前往银行，将自己仅剩的现金和珠宝全部取出，此外还有1把防身手枪。I'll take that too. 临走时，她不忘摘下结婚戒指，随手将其丢进了保险箱。无家可归的安妮决定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新父亲。她将1沓钞票交给小儿子乔治，吩咐其去店里买一辆代步用的车。乔治看上了一辆售价3500的凯迪拉克，可看到一个孩子出手如此阔绰，销售人员怀疑他的钱来路不明，一堆人围住乔治准备报警。直到安妮优雅地走进店里，才彻底打消这群人的怀疑，因为她的丈夫是位声名显赫的歌手，凭借一首《我的唯一》红遍了全国。面对这样的顶级贵妇，销售人员自然不敢怠慢。安妮大手一挥，让儿子赶紧结账走人，可乔治却提醒他买东西要砍价。 Do what? Your son means that you offer me less than that, and then we bargain. All right. $1,000. What? It's a little low. Offer me, say, 2,500. All right then. 2,500. No, What do you mean no? You just said offer me 2,500. I can let you have her for 33, Mrs. Devereaux, but that's as low as I can go. 2,700. 32.75. 29.50, Fred, or we're out of here faster than a cat in a rainstorm.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安妮如愿以偿地买下了这辆车。她准备带着2个儿子踏上寻找新丈夫的旅程，可乔治却不愿意离开。在他眼里，母亲如同一个花瓶，这些年来一直依赖父亲生活，根本无法忍受一丝一毫的艰辛，更何况还要带上他和哥哥。在母亲的软硬兼施下，乔治还是不情愿地上了汽车，但他坚信不出1周的时间，母亲就会心甘情愿地回到父亲身边。为了保持风度优雅，安妮坚持让乔治担任司机。看到他的驾驶技术尚显稚嫩，安妮便将自己的经验悉数相传，那就是开车永远不要看后视镜，这也是安妮奉行到底的人生准则。第一站来到了波士顿，3人首先入住了一家豪华酒店。安妮在门口撞到了一位男士，没想到正好是她昔日的追求者之一。这位男士曾对她一往情深，甚至还为她自杀过。安妮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人选，于是在大儿子罗比的指导下，换上了一套完美的装扮，准备去和对方共进晚餐。乔治并不认同妈妈这种攀高枝的想法。 I got a feeling this is all gonna come flying right back in your face. Nonsense. Everything works out for the best. Always. 可显然他将一切设想得过于美好。男人表示自己生意破产，现在急需一笔资金周转。今天约安妮吃饭正是为了向她借钱。随着几杯酒下肚，男人越说越崩溃，最后像乞丐一样求安妮借给他50块钱。周围人的目光让安妮如坐针毡，她只好借口去补妆，躲进了卫生间。安妮擦拭眼角的泪水，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等她出来时，却发现男人不仅已经离开了餐厅，还偷走了她钱包里所有的现金。服务员紧紧跟着安妮，生怕她逃单。尴尬的安妮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就在这时，一位身着军装的男人恰巧路过。面对身处困境的安妮，男人慷慨地帮她付了账单。他自称在去年的聚会上和安妮见过面。安妮仿佛看到了救星，之后火速与这位军官订了婚。乔治很讨厌这个男人，不仅因为他总是用力拍自己的后背，还因为他无时无刻都穿着军装。这天，男人和往常一样，在饭桌上吹嘘自己的功绩。安妮卖力地配合着他的表演，乔治却趴在罗尼的耳边忍不住笑出了声，而这个举动也触碰到了男人的逆鳞。 Did I say something funny, George? There's nothing, sir. Well, they were laughing at you, honey. They were laughing with you. What was there to laugh with, George? I think you're overreacting, Don't darling. tell me I'm overreacting. Why am I so goddamn funny, George? Hon. 男人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言行失态，他赶紧表达歉意，解释称自己最近太过劳累。 Sorry about that, Georgie boy. 罗比是安妮与第一任丈夫的儿子，尽管他也不喜欢这位军官，但妈妈是他唯一的亲人，他尊重妈妈的选择。可乔治着实是无法忍受，于是给父亲打去电话，想让他赶紧把自己接回家。没曾想电话拨通之后，传来的竟是一个娇嗔的女声。乔治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这天，男人给了安妮一笔钱，让她去筹备婚礼用品。
他们在卖场碰到了一群残疾小孩，两个儿子见状心生怜悯，向安妮提议给他们买点东西，而安妮经过短暂的思忖，把兜里的500块全部捐给了孩子们。男人得知后瞬间大发雷霆，污蔑安妮是偷他钱财的小偷。尽管安妮说自己会还给他的，可男人根本不相信他能挣到这么多钱。乔治站出来给母亲解围，说这都是自己的主意。早就看乔治不惯的男人终于有了机会，眼看男人想要动手，安妮赶紧护在儿子身前。男人让安妮把珍珠项链还给自己，他要拿去退掉用来抵债。见安妮不同意，男人也彻底撕下伪装的面具。安妮被他一路追着跑下了楼，乔治从后面抱住了男人，然而他的小身板一下就被甩到地上。You stop! You touch my boy again, you miserable son of a bitch! I will kill you! 离开时，安妮一把扯下脖子上的项链，狠狠地抛向男人，而男人也遭到了报应，滑倒在地。经此一事，他们不得不再次踏上旅途。乔治没想到母亲竟有这么大的决心，但他清楚现在资金已经捉襟见肘。乔治巴不得母亲赶紧将钱花光，这样他就会咽下骄傲回到纽约。下一站，他们抵达了匹兹堡。由于经济拮据，三人只能入住一间普通的公寓。在停车时，乔治邂逅了一位女孩，对方好奇他们开这么好的车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Mother's looking for a husband. Anyone in particular? Apparently not, no. 女孩还有一个英俊的哥哥，他平时不善言辞，但当看到那辆凯迪拉克时，竟意外地侃侃而谈起来。他说汽车也是有性别之分的，在他眼中这辆凯迪拉克是位性感的女性。安妮被他新奇的观点深深吸引，对方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安妮。只可惜这样一个穷小子并不是安妮的狩猎对象，他的目标是本地的一位旧相识。对方拥有一家缝纫机厂，非常适合当孩子们的父亲。乔治劝母亲找父亲要钱，可安妮却强硬地表示拒绝。 I will find you boys a father.We have fathers, remember? It's you who doesn't have a husband. Then I'll find one of them too. 当晚，乔治与女孩一同前往汽车影院观影。在车上，女孩告诉乔治一个小秘密 Mr. Lomax in a 2C said he'd give me $2 if I showed him my breasts. He did? Do you think I should? I don't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breasts? Sure. One? You saw one breast. I meant once. I saw some once. 女孩问得越认真，乔治越是支支吾吾难以回答。可下一秒，女孩直接向他大方展示。乔治强忍住内心的悸动，告诉女孩，他觉得女孩不应该接受那笔交易，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邻居都不配欣赏她的身体。与此同时，安妮也去见了那位旧相识，没想到对方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将安妮送回家时，动手动脚。Oliver, please don't. Come on, baby, don't be a prude. Oliver, no! I said stop! Just what the fuck do you think I asked you out for anyway? Conversation? God. You go.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乔治目睹了母亲的狼狈模样，但他丝毫没有同情，反而庆幸这次终于可以回家了。结果他又一次低估了母亲的决心。安妮毅然当掉祖母留下的珠宝，决心重整旗鼓，另觅佳偶。从当铺出来后，女孩的哥哥恰好路过，他主动向安妮伸出橄榄枝，希望能有幸邀请她共饮一杯。可安妮对他并不感兴趣，随意找个借口便婉拒了他。原来他已锁定了新的目标，一位既是老友又身为钻石王老五的男士。安妮带着儿子们前往对方的庄园，叮嘱乔治和罗比一定要表现得大方得体。老友对待安妮很礼貌也很热情，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年轻女孩，两人一见面就产生了浓浓的火药味。女孩嘲讽安妮年纪大，戴的手套像她妈妈那一辈的，安妮只能强颜欢笑，说她妈妈肯定和自己一样优雅。不可否认的是，安妮在这个年轻女孩面前毫无优势，但她仍然信心满满，觉得自己一定能赢得老友的心。而乔治再也无法忍受现状，决定去找父亲好好聊聊。此前他在公交车海报上看到父亲要来这座城市演出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安妮不同意他去找父亲。 Darling, your father, he doesn't want you. He does too want me. You don't know him like I do. I know him better than you do, and I know that he'll take me back in a minute. George, I know this has been hard for you, but things will change soon, I promise. How? How will they change? I'm going dancing tonight with Mr. Carell. 看着仍然抱有幻想的母亲，乔治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他早已容颜不在。一个生过孩子的妈妈和一个年轻女孩，任谁都会选择后者。
安妮根本不会得偿所愿。这些话很扎心，但也是事实。乔治没有听从母亲的建议，他来到父亲演出的地方，看到了那个闪闪发光的父亲。乔治在后台等了半天，父亲看到他那一刻的惊讶大于惊喜。尽管如此，他还是热情地拥抱了儿子，并开心地向周围的同事介绍乔治。乔治告诉父亲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希望父亲能带他回纽约。可父亲却说自己最近实在太忙，他的巡回演出要持续5个月，根本无暇照顾儿子。乔治听出父亲并不想带自己走，这一刻他意识到母亲说的没有错，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父亲。得知他们的钱快用光后，父亲说自己一直都有寄钱给安妮，只不过每次都被他原封不动退回了。他嘲讽安妮总是自认为高人一等，让他去找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父亲告诉乔治，在这个社会阶级身份都是假的，只有存在口袋里的钱才是真的。察觉到乔治的不悦，父亲尴尬地站起身摸了摸口袋，发现没有带钱，于是向周围的同事借了100块钱，塞给了准备离开的乔治。Oh, don't be like your mother. Take it till she finds some other guy to pay her way. Did you ever love her? Mom? Yeah. Loved her a lot. You ever love me? You're up in 5. Let her go. Wait. I still love you, pal. You know, it's just... with my life on the road, no. I was never cut out to be a father. Just like your mom was never cut out to be a mother. Yeah, well, at least she tries. Yeah, she does try. She loves you, kid. Don't ever forget that. See. Hey. See you, George. 安妮来到老友聚会的酒吧，可当她准备进电梯时，却看到和年轻女孩缠绵的老友，清楚地听到她对自己年龄的嘲讽。安妮的幻想顿时破灭，她也终于意识到乔治说的并没有错，自己根本比不过年轻貌美的女孩。安妮坐在吧台黯然神伤，发现一个男人正看着自己，于是她又将对方当作目标，主动靠近男人对他搭讪，想以此获得男人的好感。没想到对方直接亮出徽章，男人是一名警探。安妮刚才奇怪的行为被他当成了妓女，为了不给酒吧造成影响，他希望安妮跟自己乖乖走到警车里去，这样的结果是安妮未曾料想过的。安妮给丈夫打去电话求助，想让他出面保释自己，却在那头听到了年轻女人的声音，于是他又挂断了电话。最终还是女孩的哥哥将他保释了出来。安妮希望他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this didn't get around. If what didn't get around, ma'am? 这些话让安妮感动不已，这是她离开纽约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纯粹的关心和善意。回到家，安妮看到了一脸沮丧的乔治，他大骂父亲就是一个混蛋，安妮却让他不要那样说自己的父亲。安妮告诉乔治，她在2岁时曾换过耳机，一天到晚总是哭个不停，只有当父亲在床边弹奏单簧管的时候，乔治才会停止哭闹。 And whenever he would stop, you would just start crying again. So he just kept on playing nonstop for what felt like days. What happened? He got better. 尽管安妮与丈夫已经分道扬镳，但她依然不愿让乔治对父亲心生怨恨，这源自她作为母亲的职责感。而很快他们又将启程前往下一站。临别之际，女孩也来向乔治道别。乔治也在这时明白了母亲那句不要看后视镜的原因，往事会让人流连忘返，但人总要学着向前看，如果一直沉溺于过去，就无法发现前面的美景。这次他们前往了圣路易斯，来到安妮曾发誓再也不来的姐姐家。与安妮不同的是，姐姐长相平凡且多年未育子嗣，她一直嫉妒妹妹的一切。餐桌上对安妮冷嘲热讽，虽然现在有了住处，但日常开销还需安妮自己赚取。她在一家咖啡店当起了服务员，这是安妮第一次找工作赚钱。因为长得漂亮，安妮受到客人骚扰，她转头就将热咖啡倒在了对方身上。虽然很解气，但她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幸运的是，在一家颜料店里，安妮帮一位顾客搭配出了想要的色彩，因此被老板赏识留在店里工作。凭借出众的样貌和推销能力，让颜料店的营业额提升了 20%， 而老板也渐渐爱上了安妮，并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姐姐嫉妒安妮总能找到好归宿，同时也羡慕她有2个优秀的儿子，生活总是眷顾她这样的漂亮女人。而循规蹈矩的自己就要另当别论。乔治在新学校表现出色，他将最近的经历写成一篇文章，老师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哥哥罗比身上有些女性特质，这段旅途的每一站都被他用刺绣记录了下来。但出演话剧才是他喜欢的事情。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争取到了主演的机会。这天一家人都来看他的表演，可刚上台2分钟，团长就通知演出紧急暂停，因为天气预报说会有龙卷风。观众们顿时纷纷离场。而为了安慰罗比，
老板带头在台下给他鼓掌。看起来安妮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男人。安妮与老板的感情迅速升温。这天一家人聚餐商量结婚事宜，可这时一位陌生女人走向了他们。得知她是老板的妻子，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律师告诉安妮，老板其实有精神疾病，他的家族经营着颜料连锁企业，家里人让他来这家偏远的店面，就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就像个小孩一样不明是非。在最近2年，他曾跟7个女人定下婚约，为了弥补安妮受到的伤害，老板的家族给了他一笔可观的赔偿金。而安妮这次是真的有些伤心，虽然老板的心智有所缺陷，但他的品质已胜过安妮所遇到的大多数男性。遗憾的是，对方已有家室，否则安妮仍会选择与之步入婚姻。受伤的安妮不愿再寄人篱下，准备带着儿子再次踏上旅途。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好莱坞，目的是帮助罗比实现戏剧梦想。可这一次乔治却不愿意离开，因为他在这里结识了新的朋友，而且还有欣赏他的老师。乔治厌倦了奔波的旅途，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而且姨妈已经同意让他住在这里。听完儿子的话，安妮感到非常气愤，质问姐姐凭什么未经她允许就让乔治留下。但显然这完全是乔治自己的选择。她责怪妈妈从来不了解自己，甚至连他的喜好都不知道。 I'll get in the car. But here's the deal. First, you have to tell me what my shoe size i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But tell me what I want to be when I grow up. Does anybody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What's my favorite color? Blue. Red. Yellow. Green. Hell, I don't even know what my favorite color is. All right, then. Tell me what my favorite book is, and I'll go with you. I'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for the last 2 years. What is it? I don't know what your favorite book is. It's Catcher in the Rye. We have a winner. 安妮指责乔治忘恩负义，乔治嗔怪他不负责任。最终，安妮的一巴掌让母子2人分道而行。她与罗比踏上了这段未知的行程。这一回，安妮终于还是看了后视镜，满心的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只是她并不知晓，乔治实际上也就是嘴硬罢了。他一直等着母亲能强硬的将自己拉上车，只不过他再一次低估了母亲的决心。一路上，安妮和罗比通过顺风车的方式赚钱，他们载了形形色色的客人，也攒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直到他们接到了一对情侣，女孩与罗比一样心怀明星梦，罗比和她很聊得来，但那名男子却表现得异常古怪。最终他开口在一处人少的地方下车，随后竟掏出匕首挟持了安妮。女孩对此颇感无奈，显然这不是她第一次作案。他让罗比拿出所有的现金，又命令女孩取下安妮的戒指。关键时刻，罗比掏出了母亲从银行取出的那把手枪，可男人不相信他敢开枪。 Hell, he ain't gonna shoot nobody. I'm not? No, you're not. Do what he says and put the gun down, Robbie. I can handle this, Mom. Put down the ship, soldier boy. Make me, Ferry. 谁也没有料到，平日里看似软弱的罗比，竟在这危急关头英勇地救下了母亲。看着那位怀揣明星梦的女孩，安妮劝她和他们一起离开，跟着这种男人会毁了一辈子。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女孩终于选择上车离开了男人。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女孩竟在他们不留意之际，偷走了他们所有的现金和男人会合。看来这是他们预谋已久的计划。那女孩也确实挺有表演天赋。现在他们只剩下67美金。安妮的善良让自己再次陷入困境，罗比只好电话向乔治求助，而乔治这才了解到，安妮将老板的补偿金全留给了姨妈，然而姨妈却私吞了那笔钱，不愿意归还给乔治。幸好姨父是个正直的人，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姨妈才勉强将钱还给了罗比。第二天，罗比开车带着母亲来到车站，安妮有些不明所以，直到看见车后的乔治，她才明白罗比的用意。安妮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但当乔治大步走来时，她又傲娇地把头转了回去。乔治将那笔钱交给了母亲，并在她的包里发现了那本《麦田守望者》。即使生活很艰难，安妮还是花钱买了那本书。或许真正的成长，就是在一次次分离与重逢中，学会如何更好地爱与被爱。没多久，几人顺利抵达加州。安妮卖掉了那辆凯迪拉克，租了一间像样的房子。无论如何，这都是他们的终点站。她在买菜回来时接下一张群演招聘广告，进门却发现丈夫竟然坐在屋里。她根据乔治寄的明信片找了过来。久别重逢，安妮还是有一些惊喜。男人想让安妮回到他的身边，甚至觉得这些都是安妮对他的考验。 It's not an experiment, Dan. Whatever you say. Hey, how about you and the boys come back to New York with me tomorrow? What do you say? I can't do that. Don't you love me anymore? I don't know if I love you anymore. But I do know that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经过这段旅程，安妮已经学会了自给自足，她不再是那个被男人豢养的小娇妻，而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成熟女性。因此她明确地表达了拒绝。丈夫听后依依不舍地离去，房间里的安妮也陷入了悲伤的情绪。或许两人都未曾料到这会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母子三人都找了份群演工作，生活终于有了些许起色。这天安妮不幸被剧场的马儿踩伤，制片人过来查看情况，却被安妮的美貌吸引，于是想引荐她进入演艺圈。安妮却说自己是陪儿子来的，顺势将罗比介绍给了制片人，对方爽快地答应给他一个试戏的机会，这让罗比开心不已。有那么一瞬间，乔治开始觉得母亲说的是对的，事情确实在往好的方向改变。可这晚的电话却打破了这一切。安妮的丈夫在巡演时突发心脏病，最终抢救无效离世，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料想到的。乔治扑倒在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安妮则轻抚着他的后背，这是他能给到的最大的安慰。第二天，安妮给乔治买了张特价机票，让他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乔治说自己想就此留在纽约，那边的学校给他来过电话，如果他能回去就给他全奖学金。这一次安妮没有再阻拦，她选择尊重乔治的决定。乔治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可这样的结果并非他所愿。乔治回到了学校，与同学们分享这一路上的种种经历。当他回顾那些过往时，却发现自己难以割舍对母亲和哥哥的思念。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回到母亲的身边。罗比的演艺事业并不顺利，由于太紧张，他的表现很不尽人意。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乔治看见，于是他走上去想给罗比演示一遍。 Let him come for me. I'm not moving. I'm staying right here in this land. If I have to die for it, then so be it. This is our family's land, Mary Beth, soaked with our parents' blood. We earned it, and I'm staying right here. This is where I belong. With you, with whatever's left of my family. I didn't know before, but I know it now. I made the mistake of leaving once, but I'm home now. And I ain't going anywhere. 乔治声情并茂的表演得到导演青睐，让他意外地成了签约演员，而罗比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领域，为演员搭配合适的服装。而至于他们的母亲安妮，尽管还是有众多的追求者，但她再也不需要找丈夫了。她以前总是想办法寻找庇护和依靠，但后来才发现那全然没有必要，因为靠自己的双手也能生活得很好。全片至此结束。电影《我的唯一》于2009年在美国上映。本片根据美国演员乔治·汉密斯顿的真实经历改编，以公路电影特有的流动视角，讲述了母子三人在旅途中寻找自我、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安妮的出走始于对丈夫背叛的愤怒，但本质是一次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反抗。她最初的目标是寻找新丈夫以维持体面生活，但通过一次次失败的经历，她逐渐意识到依附男人的虚幻性。从一开始只想着找个多金的男人，到试着出去找工作赚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难，她都没有想过放弃2个儿子，也一直都在说事情总会变好的。罗比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领域，而乔治则发现了自己的表演天赋。所以有时得到的不一定是最想要的，但努力追求的也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有时我们总喜欢将希望寄托于他人，幻想着在困境中有人能伸出一只手，将自己拉出沼泽。然而我们却忘了，其实自己也可以成为自己的救赎。真正的尊严不来自他人的庇护，而源于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与坚持。